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俄亥俄州 Toledo 教会聚会后的分享与见证。今天要和您分享的题目叫城门口还是帐篷口。在创世纪14章，亚伯拉罕因着爱弟兄，带领自己家中生养的318位壮丁，胜过了死亡，救出了被掳的罗德，更是在得胜凯旋的路上，在沙维谷拒绝向世界的王低头妥协。这是一幅何等荣耀的图画！我们也许会想，罗德在经历了全家从被掳到蒙拯救的全部过程之后，应该会为着自己偏离神的道路和与亚伯拉罕的分开而悔改。然而，我们并没有看见圣经这样的记载。等到圣经再次提到罗德的时候，是在创世纪第19章，罗德已经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了。在神原初的设计里，人是被摆在生命的园子，神原是人一切的供应和保护，而城是在人离开神的面，向神独立的光景中产生的。所以城建立的本质乃是证明人不需要神。所以坐在城门口这件事非同小可。照着古时的规矩，只有城中做长老的才有坐在城门口的特权。这说出罗德在经历了之前的被掳之后，非但没有认清世界的罪恶本相，反而在那里安家，还成了在那里带头的。世界的城成了他安身立命的地方。罗德在城里扎根的结果触目惊心。创世纪第19章这样描述：当在神即将毁灭索多玛的时候，因着亚伯拉罕的代求，神差遣了2位天使来带罗德一家离开。然而索多玛即将毁灭的消息却被罗德的家人当作戏言。天使再三地催逼罗德离开，他仍然迟延不走。在往山上逃命的途中，他还谈条件，要留在平原上的一座小城。就在索多玛毁灭之际，罗德的妻子还因为贪恋世界而回头，成了一根岩柱。后来罗德的2个女儿和他乱伦，生出了摩押和亚门人，成了神的子民极大的难处。相信并倚靠世界的罗德坐在城门口，自以为得着了一切，结果生活混乱，家中没有次序。不但不懂神的意图，也不认识神的怜悯，还给神制造许多难题，最终失去了一切。反观亚伯拉罕，在创世纪第18章一开头，耶和华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，他乃是坐在帐篷口。这和罗德坐在城门口是何等的不同。帐篷是没有根基的，是暂时的居所，是可以随时拔营起行的。亚伯拉罕一生都过着住帐篷的生活，这说出他在世界中只是一个过客。从人的眼光看，帐篷的生活单调乏味无趣，这里没有建立名声的途径，也没有追求地位的条件。然而亚伯拉罕的见证是甜美的，是富足的。那些在帐篷里仰望的日子，是他汲取能力的泉源。这里有一种奥秘的不为世人所知的供应，在维持着这样的生活，让他可以见证呼召他的神是天地的主，至高的神是他的盾牌，是他极大的赏赐，是全足全丰的那一位。在旧约中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在地上住帐篷的事实，而希伯来书第11章揭开了亚伯拉罕在地上住帐篷做客旅的内在景观。因着信，神的应许在他里面成为执实，他的一生在盼望中等候，在信心中死去。住帐篷的生活就是一个明证，证明他在等候一个更美属天的家乡，一座有根基的城。如果那个属天的家乡对他没有那么真实，他怎能不折回地上的家乡呢？如果他没有看见那座有根基的城，
又怎能不妥协定居于世界的城呢？因此，他住帐篷的一生是向世界宣告，世界不是他的家，他在等候那一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。曾经，罗德跟着亚伯拉罕一起离开了地上的家乡，他们本来是一起住帐篷的，可是在途中，罗德选择了离开。即使经历了世界的抢夺和奴役，并神多次的拯救，仍然选择了定居所多玛，坐在城门口。今天我们必须诚实地问自己，什么是我们相信并且依靠的？什么是我们真正的供应和保护？什么是我们的见证？是神还是世界？是人的城还是属天的帐篷？我们今天在哪里？是在城门口，还是在帐篷口？感谢您的收听，希望您能从今天的信息中得到亮光和启示。你的点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转发是我们持续制作的动力。我们的网址是 thechurchintoledo.org。期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。